哎，小伙伴们看，在户外的咖啡厅，我们骑车路过这儿一看，哎，这儿有室外，这儿还有个大的毛绒熊，所以就决定在这儿跟大家聊我的佐吕间湖100公里比赛的复盘视频。这家咖啡厅挺漂亮的，你们看家属这个冰咖啡，这杯子也是一个倒着的熊，这是2个熊耳朵，杯垫也是个熊，呵呵呵。OK， 咱们长话短说，进入正题。这次咱们从这么几个不同的方面说，首先是记录用的设备，这次全套都是高驰，高驰戴在这个手上是 Pace 3和一个高驰的心率的臂带，然后呢后腰带上高驰的2代的 Pod， 没有用 Stride， 因为脚上要绑比赛的计时芯片，所以呢就用了全套的高驰，整体表现非常稳定，到最后所有数据都1秒不差的记录下来了。大家看我的比赛视频应该也看到了，最后记录了100.4公里，也就是说比实际赛道多了400米。这400米有哪些部分呢？第一是休息站，因为它有好多休息站都是像加油站一样是甩出去的，但是呢允许选手不进休息站。这场比赛是100公里的锦标赛，所以它的赛道距离是要合规的，所以不进休息站的选手是要跑100公里整，也就是我进了休息站就要稍微绕一点。同时呢，在中间那个54.5公里那个大站呢，我来回走，拿吃的、存包、上卫生间等等吧。反正我估计我真正多走了的距离和多跑的距离，大概可能有将近300米。也就是说，在100公里只多记了100多米，相当不错。当然也有客观原因，就是它都是荒郊野地，一点遮挡都没有，而且是大晴天，也没有云彩。但是就目前来看，双频 GPS 的手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都没有问题，至少 Pace 3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别好。唯一当时我有点小紧张，就是结束之后我停表，发现那个2代的 Pod 在表上面是闪烁的状态，闪烁就是没连上了。但是我发现可能是它的软件逻辑问题，就是你一停表结束运动它就断开了，过程中的数据到最后1秒左右平衡什么的都是齐全的，心率带也很稳定，而且这一套设备电量非常给力。就我跑完这场比赛之后，我在北海道那几天也一直用，到回来又跑了3天，我才第一次充电，所以没问题。然后这个手呢戴的是 Apple Watch Ultra， 我没有听歌，就一直正常的开着，也没有一直用省电模式，我是前60公里一直开着省电模式，后来发现没什么用，就是如果你不听歌的话耗电非常小，我就给关掉了。也就是说呢，在这100公里的过程中，从我早晨从酒店出来100的电，到最后跑完我的 Apple Watch Ultra 还有70%多的电，在这过程中呢有推送，然后有家属定位我看我在哪儿等等，这些就是有蜂窝数据的参与，所以表现也不错。不听歌的原因是，如果用这个听歌，它的电量应该不足以支撑100公里，就全程听歌的话，而那 AirPods Pro 应该也不足以支持100公里。我不会带那个骨传导的原因是，这个比赛确实太长了，避免一切的客观因素。然后第二项就是鞋，大家都知道最终穿了 160X 5.0 Pro， 并且中途没有换鞋，因为中途换鞋吧，无非就是考虑2点。第一点呢，就是你可能觉得这鞋湿了不舒服，换一个干爽的。第二呢，就是你可能想换一双稍微大一点的。说有的人说半截以后脚会变大吗？会肿吗？但是这2个问题呢都不存在。第一个问题是本来就得湿，因为越往后边就得拿那个冰水浇，一浇就湿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种100公里的比赛，对我这个能力来说是不会有脚变大的问题的。我最后也确认鞋其实完全不顶脚，有很大的空余。我指甲的问题呢，是因为这后面再说吧，再说失败的时候我再说，所以就没有在中途换鞋，而且我也没有带第2双鞋。我确实是带了第2条短裤和背心儿，但是有一个背心儿大家看了，因为开胶了，所以不可能换。短裤呢，我带了一条我跑马拉松穿的 Nike 的 Oregon， 但是那个没有兜，没法收纳。这次呢，因为我是100公里，我要自己装能量胶跟补给，所以中途也没有换。
服装呢，就上身跟短裤都是轻工的，短裤就是轻工那个压缩裤，压缩的短裤，有一圈收纳腰包的，然后上衣就是老穿那件紫的。这一套还是挺舒服的，可能唯一的小遗憾就是短裤的面料在这个季节下稍微有一点点厚，但是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影响是完全没有吗？可能会有一点点，但是没有那么大。其他的着装就是这顶帽子，还有臂套，那个臂套也是陪伴了我几场很重要的比赛的臂套。这种比赛推荐戴臂套，第一是防晒，第二是可以塞东西，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贴了一个能写字的小条，极小贴贴在这儿，写上字儿，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70、90和最终3个关门时间，还有30、63.5、79.3三个自备饮料点的距离，因为我怕我忘了。这是鞋跟衣服，然后就是补给，我这次准备了9个能量胶，其中1个是帮助恢复的，剩下的8个都是就是普通的马拉松能量胶，有2个咖啡因的，剩下都是无咖啡因的。还有1个面包，3个那种能量果冻，就是挤着吃的那种能量果冻，和4个盐丸。这次的盐丸都是之前剩的，就是胶囊形式的那种，还有5个那种糖。大家看我去年跟我们的跑团参加神户接力吃的那种糖，那种盐糖。最后呢，有2个能量胶没有吃，盐糖1个都没有吃，盐丸都吃完了，果冻都吃完了，面包没有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分配的。3个果冻，其中1个是含15克蛋白质的，是在比赛前1个多小时的时候我给它吃掉了。剩下2个果冻我放在54.5公里那个补给包里。然后能量胶呢，我一开始带了5个，1个咖啡因的，4个不是咖啡因的，在我的腰包里，就是腰包裤里，轻工那条裤子装了4个，臂套里塞了1个。然后盐丸一上来我就带了4粒胶囊，都放在了一个透明塑料袋里，塞在了臂套里，塞在这儿。然后差不多前50公里的补给是很符合策略的，就是大约10公里吃1个能量胶。所以呢，到50公里的时候，我吃完了最后1个能量胶。咖啡因的能量胶也是50公里的时候，不，咖啡因的能量胶是40公里吃的，因为50公里吃完以后，马上就54.5的补给站了。这是能量胶的服用前50公里。盐丸是这样的，比赛从第10几公里开始就有梅子了，就是那种腌的这边的咸的那种梅干，但是它不是咱们那种话梅那种，而是湿的，特别咸，就靠那个使劲补。所以呢，盐我补的不多，我差不多第1个盐丸已经是14公里了，到54.5公里进站的时候，我吃掉了3个。然后就是进站之后，我放了1个面包，我想着得特别饿，因为那次在大阪城跑那50公里就是特别饿，跑完以后，但是呢，也并没有很饿，因为这一路吃的比较多。前50公里我吃了3次红豆面包和西瓜，它那红豆面包其实说是面包，有点大小就像我们那个好丽友派那么大，就一口1个。然后西瓜也是，都是那种大概就这么大一芽。它切的都是那种就跟粽子是那种形状的，然后一口1个，一般就是1个站里都会，就一个有面包的站都会有西瓜，差不多就是一进站就是1个面包1个西瓜，1杯或者2杯水，这样。所以到54.5公里的时候，意外的不饿，但是呢我又害怕，我觉得应该多吃，不知道后边要发生什么，这是失败的开始。这个咱们后边再说，我先跟大家汇报吃了什么。54.5公里的时候，我干了2个大果冻。然后1个恢复的能量胶，3颗饭团，那饭团其实不是大家常见便利店那种大饭团，其实就是没有鱼的寿司那么大。3个饭团和3杯水，然后去了1个卫生间，差不多这是54.5公里。在54.5公里地方，我休息了10分钟，主要是为了给相机充电，用那个 Go3S 这次新出的那个闪存伴侣，加一个充电宝，加一根线给它充电。在我之前的准备视频里我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把剩下的能量胶塞到身上，带好补给。我干脆就没有带那个盐糖，因为我发现路上的那个梅干什么的特别多。
所以我就没有带那个盐糖，就出发了。出发以后就感觉不好，这个咱们也是后边说失败的时候再说。我再说后边的补给，后边又带了4个能量胶，但是我只吃了2个，吃了一个普通的和一个咖啡因的，最后一个能量胶是在90公里吃了一个咖啡因的，等于在50到90之间我就吃了一个，因为吃不下去，实在是吃不下去。那后边的比赛中，赛道上也有不少补给，就是吃的这一块其实不缺吃，但是坦白说，你看这么大一个小的饭团或者是一个红豆面包，大概也就是几十千卡的热量。我这次比赛消耗了6200，理论上来说是不够的，但是又得益于我的3个自备饮料，这个咱们也是放在一会儿成功的地方说，3个自备饮料，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补给。那3个自备饮料是一口没剩，全都喝完了。这是好吃的东西的补给。还有一个东西是药，这药我带了2个，一个是那种喷雾，就是马拉松赛场上也有那种，就那种特别凉一喷出来，然后它又有那种缓解疲劳的功能的一瓶这么高这么粗一瓶的喷雾，我放在了54.5公里那包那儿，等于到54.5公里那儿，我拿着那个喷雾就开始往腿上往身上喷。它第一是凉特舒服，第二呢就是它确实是它写了是有缓解疲劳的功效的，但是不知道，反正喷到腿上特凉特舒服。不过后来因为它这东西都不防水，没多远就有一个浇水的站，就都浇掉了。第二就是止疼片，就是这边卖那个 EVE 那种标的那个止疼片，我带了2片，然后在54.5公里地方我吃了1片。为什么要吃止疼片？就是你的肌肉疼痛，尤其是脚的疼痛，还脚趾甲、大拇指的疼痛，是对我来说非常厉害，所以我就吃了一个。这个没有事儿的，就是除非就是你胃特别不好。你看大黑猿先生特别拼，他大阪全马的时候，正好是他伤还没有好的时候，他跟我说早上起来吃了2片止疼片，但是他胃不好，为了胃好呢，又吃了几片胃药。然后我说你这太拼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吃止疼片。这止疼片这个是跟大黑猿先生学的，我觉得是有用的，就是这种比赛你不可能零损伤的下来，没有都舒服的。既然注定都要有损伤，那不如在比赛过程中舒服一点，这是我不成熟的观点。如果您觉得我就一点损伤都不能有，我就得健健康康，那就不要来参加100公里的比赛，可能全马都不要来参加，就不合适。然后拍摄我准备了什么呢？我准备2个 Go3S 只带相机的那个相机头那个本体，其中一个呢是照例放在帽子上，另外一个呢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它那个磁吸的那个片挂脖子上那个，把那绳收纳好，塞在腰包裤里，塞在里边，然后把相机从外边吸上去，等于它就在我腰这儿一直吸着，那特别稳，而且也不太影响。然后在54.5公里的地方准备了一个迷你充电宝和一根线，在那儿充了10分钟的电，把其中一台相机从没电充到了90%，另外一台相机呢就拍了几个片段，大概还剩90%。也就是说，整个到54.5之后，我也有了2个都有90%电量的摄像头，90%大概每一个能拍摄25分钟左右，就还能再拍50分钟。然后就刚才说的那个小条，这是准备的。然后下边跟大家说说成功和失败。首当其冲的成功是拍摄很成功，这次拍摄下了好多功夫。之前大家还记得我去京都，从大阪跑到京都那次，是就北方话怎么说，叫舔着脸不好意思的联系了 Insta360的小伙伴，说能不能给我个赞助我一个X4，那时候 X4已经出了2-3周了。我说我想试试拿它跑100公里，正好我要有跑京都的这个计划，我先试一次。哎，跑京都挺成功的，拿那个 X4，对吧？然后之后呢，那次大阪城的50公里测试，我也是拿的 X4，因为那时候 Go3S 还没有出。然后紧接着我就拿到了 Go3S 的几乎是首发评测，因为有快递时长的问题，几乎是首发评测。就我拿到时候还没有发布，但是赶首发可能有些赶不及的是那个感觉。等于我有一个 Go3S， 然后呢，我就没再找人家要赞助，我就自己又买了一个 Go3S 单独的摄像头，因为它那个壳是通用的嘛，和自己又买了一个闪存伴侣，这是我自己买的。
这次拍摄的安排非常成功，大家看影片也能看到，拍到了特别长的画面。其实我还剪了不少，我回头会出一期，没有任何说话声，我把声音都剪掉，配音乐，就是我所有的跑步的画面的这么一期，到时候我自己留个纪念。所以这次我充满了一个店，等于我有3个摄像头的店，每一个它的拍摄时间大概是30到32分钟，也就是说我3个最后都拍没电了。也就是说呢，就3次电都拍没电了，也就是最后我有90分钟赛道上的素材，这个特别厉害。那家属的拍摄是2个设备，一个是现在拍我的这个 Osmo Pocket 3，还有一个就是 X4， 在 42.195 那儿，那 X4 其实一直是立在路边的，但是呢，因为比赛那天的视频都1个多小时了，就剪进去的不多，这个回头我还会素材再利用，再去创作一下。然后剩下的主要就都是这个 Osmo， 就是因为它拿着拍嘛，这个还是相对，因为它有稳定器，然后不得不说1英寸的底确实还是有优势的。但是这次 Go3S 的在阳光好的时候的表现，你们看相当的棒 ，4K， 树叶几乎没有涂抹感，而且今天有一小伙伴问我，哎，这个过程中的变焦是怎么操作 3S 的呀？然后我心说这不是剪辑的时候操作的吗？所以可见视频变清楚以后，剪辑的时候放大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是不是？肯定不能跑的时候、拍摄的时候处理。所以最让我觉得成功的就是拍摄后的充电方案，在54.5公里的那个充电方案我想的太周到了，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外壳是不太能放在存包那包里的，因为都是按钮，不能挤压。我用了闪存伴侣和充电宝，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案。我本来的计划是54.5公里的时候，我拿着闪存伴侣和充电宝跑到75公里，见到家属把闪存伴侣和充电宝扔给他，我再拿一个，这样我就有四次的电，对吧？但是真的拿不动了。54.5到75，别看就21公里，这21公里跟前面20公里不一样，所以我就选择没拿，但是也还 OK。第2成功的就是止疼片，就是最后脚指甲的损伤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多巴胺分泌，一方面是它是循序渐进在刺激，慢慢就不疼了。当时是这样，到70多公里、80公里的时候就不怎么疼了。我心想，要么是止疼片起作用了，要不然就是完蛋了。一般我们这种伤就是疼的时候其实还没事儿，疼一会儿不疼了，就该害怕了，是不是？但是也就无所谓，还有20公里，所以止疼片。然后就是那个喷雾，刚才说54公里的喷雾，那喷上不管后边有多少用，但是真的舒服，特别舒服，比什么凉水都舒服。然后呢，就是臂套和帽子。这2个特别成功，为什么？因为首先臂套放东西，防晒，主要是防晒。因为这次我的失败，一会儿咱们再说失败。这次晒伤比较严重，还有帽子也是，就是遮阳，因为日光太强烈了会刺眼，帽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80多公里之后，我把那个冰块塞在帽子里扣上，还有这塞在臂套里塞进去，这样它持续的给你降温，这特别有用。如果你没有臂套，你是弄不住的。像原来马拉松的时候有那种降温海绵，对吧？会把它放在脖梗子这儿，让衣服勒着，那么一会儿或者塞在帽子里。这次我当时是突发奇想，想到可以这样，真的特别成功。然后就是五指袜，幸亏穿了五指袜，要不然估计大拇指和食指之间这儿应该就都磨坏了，而且会把食指也会磨坏，因为什么东西放大到100公里都太长了。然后还有2个成功的，一个就是赛前我们这么努力、这么细致的准备，另外一个就是家属的应援。这个呢会单出一期视频，让家属不出镜，声音出镜来讲他整个的这个观赛的过程，这旅行社提供的观赛大巴的服务，各种特别好的体验。他跟我说了，我觉得哇，这个能做成这样，真的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然后就是失败的了。失败首先是鞋，我觉得为什么选这双鞋，是因为那天50公里的测试穿的这双鞋，还有之前的一次马拉松比赛。我其实在几双鞋里徘徊，第一双是它，第2双是 Metaspeed Edge， 还有一双是，其实那双应该被
就是当时就简单一想，就是 Vaporfly 3，但是其实我当时没有把 Vaporfly 3放到真正的备选，因为我感觉它穿起来底儿太薄了，就感觉太薄了，撑100公里可能不行。本田先生说本田先生去年去了，他穿的是 Vaporfly 3，所以证明 Vaporfly 3也没问题，他跑了8小时多，就快9小时，好像我具体我不记得了，我可能会说错啊。选鞋有一个小失败，就是10X 5.0 Pro 还是太激进了，就是它的前倾老打到你，它的前倾有点多，导致呢，虽然鞋不会因为鞋小而挤脚，但是大拇指会撞前边，因为你一累了以后，刹车效应就会特明显。就我们正常，像我跑马拉松是没有刹车效应的，我一直都是几乎是前脚掌着地，这样就跟轮子一样能滚起来，就是脚趾头尖儿永远不会碰到鞋前边。但是100公里不是，从大概65公里之后，刹车感就很明显了，而且那段时间起伏比较大，就明显感觉到大脚趾会撞鞋前边的那块布，上面那块布，而5.0 Pro 这双鞋那个前面那是会相对比较硬的，它可能是为了竞速或者为了什么，所以造成了脚的巨大的伤。当时回来以后，这2个大脚趾的指甲我一看就说完蛋了，虽然还没黑，但是肯定是已经断掉了在里头。然后底下就指甲底下巨大的就是水泡把指甲顶起来了都，然后挤完以后就流血，流组织液，一直流了到昨天晚上拿针去扎的时候还会有，但是就少很多，几乎没有了，大概1周。前2天2个大脚趾都不能碰，就是伤得特别严重。而你看野口先生穿的是阿尔法 Fly 3，但是他能力强，这个到超马能力强，他最后边可能没有我的刹车效应那么明显。但是他赛后休了1天，第2天听大会员说就又22公里，然后前2天还跟他们去登山了，跑上了生驹山，特别的厉害。就是这种比赛，你要说真正能脚完全不伤，我觉得至少得在8小时30之内的水平，就是你跑得越快越不伤。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有一个完好的脚趾留到100公里之后。不过这双鞋呢也有好处，好处就是足够有劲儿，100公里之后也没，因为我这个配速的100公里是没有衰减的，衰减就是马拉松为什么会有衰减呢？是因为你老想你要使那么大劲儿，要有那个推进力，你后边人没劲儿了。而这个比赛不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需要穿一个底儿这么就是适合马拉松这种硬底儿的鞋，可以下次选择，比方说买一双专门跑长距离的鞋或者怎么样。而且鞋的轻重在这个比赛中不那么重要了，已经。这是失败第一个。第二是防晒，应该在54.5公里的地方放防晒霜，因为我这次抹了特别多的防晒，但是前天已经开始脱皮了，已经脱了一轮了，晒伤比较明显，晒伤甚至说是非常明显。就比赛早上起来抹了专门运动的防晒霜但是应该在54.5公里的地方补一次，这个是对的。而且防晒这事儿我还想了一点，就是这种比赛其实应该学习野口先生穿贴身的紧身衣，穿有袖的，他穿了一个半袖的，因为其实你贴身的衣服是不怕炎热的，但是在这种晒的时候会舒服不少。甚至可以穿长的薄的压缩裤，这个是没有经验的一部分，因为小腿也晒伤了，小腿没抹防晒霜，那小腿后边特别痒，难受了好几天。第3个失败是我什么都想到了，都双份了，我应该在54.5公里的地方放一副干净的臂套来换，最后这臂套都硬了，上面全都是，就到80多公里的时候，我看上面全都是白色的汗的，就是盐。就特别不舒服了已经，而且经历了几次水胶什么的就已经有点泄，所以应该在54.5公里地方放一套干净的臂套，因为臂套换起来又很快很方便。唯一可能您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手表的按键锁住，别一换臂套的时候手表停表了，那你就尴尬了，对吧？还有一个失败就是吃多了，就刚才说的，不应该吃那么多固体食品。比较失败的是
西瓜和饭团吃多了。其实这种比赛那种一口一个的小面包特别合适，因为特别好消化，然后也好吸收，下去的也快。咱们俗话说，饭团还是不好消化。然后更失败的是不应该把那2个这么大的果冻在54.5公里那儿给狂吸了。我坐在那儿，我坐了9分钟，我边上一大哥可能是退赛了，可能对成绩不满意，一看是精英，鞋子袜子都脱了，跟那儿坐着，他就看着我吃。我先拿出来了一个果冻，跟那儿吸，一口给吸没了，就特别大那种。然后过了一会儿拿一能量胶给吸没了，然后过会儿又拿出一个果冻，他就开始回头了，然后我又给吸没了，稍微有点痛苦了。过一会儿我看包里还有一面包，我说吃不吃？我拿出来了，拿出来看着他，那大哥就看着我。后来我就把面包又默默的放回去了，没吃。幸亏没吃啊，就是从54.5公里那站出来，就感觉肚子里就一肚子水，一跑起来能听见声音的那种，和里边的吃的在咣当着。就是你越害怕什么，补的越多，可能就最后就越失误。就像波士顿马拉松，因为天气极限，再加上那段时间我的训练可能不那么强大，导致最后30多公里后我觉得累，我的能量胶吃的就比较多，尤其是带咖啡因的，最后就是事与愿违，就会起坏作用。这次也是，这次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应该在54.5公里那个站不吃饭团，只吃一个果冻和一个胶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不需要喝那么多水，因为你喝那么多水，其实你吸收不进去。我到比赛到最后，还是觉得肚子里全是水，但是还是特别渴。就是你应该喝的跟吸收的差不多就对了。这是失败，就是吃点失败了。而且这个失败还造成什么呢？因为肚子特别难受，导致我后50公里只吃了2个能量胶，也就是说可能摄入的能量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场你们算，包括咱们算一下啊，我吃了一共有4个饭团，这4个饭团大概加起来250到300千卡，咱们按300算，吃了7个能量胶，按800算，这是1000。吃了3个红豆面包，我们假设现在是1200，然后就是赛道提供的饮料和我3个补给，3个自备饮料的补给，3个自备饮料加起来可能有500，这就是1700。然后赛道上呢，你所有补给喝完，加上西瓜可能是800，这是2500，对吧？然后呢还有2个果冻，差不多也就是3000多，3000不到，应该是不到3000。大概人储存能调动的可能是2000出头，再加上没消化完的早饭，也就是说我的整个的有的大概是不到6000，可能是5500我应该都到不了，我觉得。然后消耗了6200，也就是说呢，就是他身体在燃烧了，到最后可能是因为这个。但是我自始终没有撞墙，完全没有撞墙，就是单纯的累了，没劲儿了，也没有抽筋儿。因为抽筋儿其实是肌肉超负荷运动造成的，就是你走一天路不会抽筋儿，但是你要是加速强度大，为什么马拉松抽筋儿？因为马拉松强度大。为什么马拉松到后边抽筋儿呢？是因为累了，你还要保证那个强度，所以才抽筋儿。所以导致能量胶少吃了2个，如果再吃2个能量胶，基本上我的营收就平衡了。最后跑完以后，我腰包里还有能量胶呢，这也造成另外一个影响，就是一直带着它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墨镜，我觉得墨镜是需要的，虽然它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水弄上去看着不清楚，然后擦汗不方便，但是那天那个阳光照射在柏油路上，还有那湖面上，就有点像咱们说雪盲。大家听过这个词儿对吧？就是眼睛看一会儿路面，再看别的地儿，那个颜色都不一样，就睁不开眼有一点。但是这不是必须的，就是锦上添花，不算雪中送炭，没有也不会影响成绩。然后就是指甲了，指甲应该把大拇指绞得再凸一点，就指甲绞得再短一点，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这2天指甲不是受伤了吗？指甲一受伤，它其实跟甲床就分离了，我也绞短了一点，也就特别舒服。然后就是防磨。我抹了好多防磨膏，所有想到的地儿都抹了，但是最后还是磨伤了一点。在哪儿呢？在这儿，这个地方，这儿仅仅这一个地儿，我也不知道这儿是怎么磨伤的，可能是这块的肉它有褶皱。这儿，但是这儿我没有磨防磨膏，因为它不在腋下，这儿磨了以后导致人第二天、第3天洗澡疼了2天，但是这个无所谓。
好，成功失败都总结完了，最后跟大家聊聊赛道上的事儿和一些心理活动吧。首先是这次我的判断是保守了，因为害怕，确实是害怕，因为这个赛道我看到我前面我在72公里、71公里地方路边看一个男性外籍选手，看着挺精英的，跟那儿坐着，工作人员陪着就退赛的。还有好多人中间都感觉不行的那种，但是坦白说，虽然我这成绩没有野口先生强那么强，但是也不差，68名，前面没有多少人，一般都能完赛。但是这个比赛到最后的20公里折返那儿，工作人员才多起来，才开始有密集的收容车，前80公里几乎没有，我就有点害怕，因为我之前看了其他的 YouTuber 发的去年的视频，就知道这一点。那天那么热，我就怕半截我中暑或者出问题，所以呢，整个的比赛比较保守。其实你们看我的 Strava 的配速，我在50公里的时候超过野口先生，我还能跑进4分呢。后边我就故意的放慢了，这个只能对不起大河原先生的鳗鱼饭了，这没办法，因为第一次嘛。我大河原先生也说，对，第一次确实是这样，就害怕了。所以也有好处，就是我后50公里的记忆就比较清晰，因为我没有拼嘛，没有那么拼。前10公里很舒服，一开始不太舒服，一开始气温就高，然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跑怎么不得劲儿，10几公里的时候就挺累了，说实话。然后20公里折返回来的时候，那时候特别难受，因为18到22就是湖堤。特别大的太阳，我拍那段了折返，第一个折返那儿大家能看到，特别煎熬。过了那儿以后，而且回来没有阴凉，直到25公里之前那段时间比较煎熬。那段时间跟了几个人，有一个看着就是有点专业的样子，但是他掉了，他不到24公里就掉了，我就都超过了，到后来就没有人了。20多公里拐上了国道238号，就开始环湖了，不是环岛，抱歉。然后一直到30公里，感觉还不错。30公里拿到了我的自备饮料，这个自备饮料确实是帮了特别大的忙，因为赛道上的饮料就是宝矿力，是那种宝矿力的粉冲的。我也不知道是赛会有意为之还是什么，还是我自己的体感的问题，就是味觉的问题，越往后越淡，到最后十几公里的补给站，那个宝矿力冲的那个水已经喝不出味儿了。第一个30公里，我拿到了我的自备饮料。喝完以后觉得特痛快，因为它浓度大呀，就觉得一下就回血了。这个真的是特别有用，特别有用，然后就又有劲儿了。到了40公里之前都平静，因为心态不一样，想着还没到一个马拉松呢，不应该累，而且也不累，一直就是按正常的配速、计划的配速430到445之间去前进。到全马的时候，我大概是比计划快了4分钟，好像是316，因为我记不太住了，大概就是316的样子。我把我这找出来给大家看吧。啊，找到了，全马是318，抱歉说错了，全马是318。我的计划全马是320，所以比计划快了一点点，但是当时心里就觉得不好。因为这个318，我觉得我挺努力的。按说我这个能力跑318应该是轻松愉快，就什么都没事才对。所以可见就是天气因素是个巨大的因素，太热太晒了，消耗特别大。因为我在20多公里就开始吃面包和西瓜了，就觉得得吃了，所以在30公里就已经开始泼凉水了，有人给。所以你们看我前面20公里那个水站我没停，这种是对的。因为你停下来那一会儿不解决问题，能不停的时候先不停。到马拉松之后，我稍微懈怠了一点，因为家属跟我说野口先生在我后边1分钟，我觉得那肯定能超过我，那就看后边谁耐力好。但是呢，我肯定没有他耐力好，对吧？我觉得在跑之前我就知道大概，如果野口先生在42公里的时候还特别有劲儿，那我肯定赢不了他了，肯定赢不了他了。所以我一直是计划着输给野口先生去参赛的。
而且你想，人家那么努力去准备这场比赛，真的各方面做的都比我到位的多得多得多，肯定是他是比我快的。这次我们去了3个人，他是第1名，水泽先生好像是8小时20多，他是第2名，我是第3名，各自差了半个小时。之后到50公里的时候，我是3小时57，也就是前50公里4个小时之内完成了，然后我就开始放飞自我了。60公里的时候是5小时，所以你们看这个10公里用了1小时03，但是我在54.5公里休息站，我大概停留了11分钟，等于要算上这11分钟，之后就没再停留了啊。60我这特别好算，60公里的时候是整5个小时，70公里的时候是5小时57，也就是说60到70这个10公里是用了57分钟，当时想着还凑合，但是已经很慢了，5分多的配速了。70到80公里用了1小时02，这个就比较艰难。80公里的时候是6小时59，等于1小时02了。70到80公里这段路特别的孤独，路特别不好跑，然后也累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有点睁不开眼，犯困，就不知不觉的就有点要闭眼了。我有几张照片是闭着眼的，但是我顶过来了。这一路70到80公里的补给点也特别少，而且从50到80公里这30公里特别难跑，因为都只有边上特别窄的路，那特别窄的路不像中间都重新修过，有坑坑洼洼的，而且进站要进补给站要甩出去，所以那段时间特别不好跑。而且为了那种路，有的补给站比较简化，就是赛前准备我跟大家说分析的，尤其怎么10公里中间这儿只有一个水呢，或者怎么样，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到80公里是最绝望的，79公里我拿到了最后一个我的自备饮料，喝完以后就进到一片林子里，一个上坡，我觉得这还行，还有阴凉，然后但是上坡就慢了一点，然后没过1公里就拐出去了，一看就是那种河堤的路，就是最后我拍到那个路，那是右边是海，左边是湖堤的路，抱歉，而且特别窄，就是上下1车道，就是它整个是一个汽车道那么宽，等于上下行并排，我估计最多4个人，就是上行2个人，下行2个人就挤满了这个路。蜿蜒，然后上下起伏。我一看这个路就傻了，我想要跑到头10公里再回来，其实不到10公里啊，就是这段折返大概是19公里，就傻了。大概有3公里的困难期，就特别难受，我觉得哎呦这好艰难，好艰难，好艰难呀。然后过了84公里，我突然反应过来，哎，我可以看看对面是几公里，就是我回头看嘛，过了对面的公里牌，我一看啊是90多公里，我说还行。等我掉头到这儿就还剩几公里了，哎，就又重燃斗志。这是正好野口先生跑回来了，击了个掌。野口先生特别有劲儿，击掌差点给我带飞了，特别逗。我都已经软了，北方话说。然后最后跑到那个折返那儿，心情大好。虽然是一个大上桥，2次上桥，但是心情大好。回来的10公里就轻松愉快了，就都能跑起来。我的分析就是说，其实我还不能说远没到吧，半远没到极限。最后10公里我还能时不时冲一冲，然后90公里的时候，我以为那是个垃圾筐，把能量胶最后一个咖啡因能量胶吃了，到那儿一看不是垃圾筐，是工作人员放东西的筐。哎呦，这尴尬又没地儿扔，然后工作人员看出来了，我就给他了，工作人员给我拿走了，还是挺好的。而且过了最后一个关门点，就彻底踏实了。90公里的时候我是8小时04，80公里的时候是6小时59，也就是说，你看70到80，80到90是没掉速的。都是1小时多一点点完成，但是呢，我就不想，其实我拼一下是可以 sub9的，因为56分钟10公里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说我不拼了，把 sub9留给以后吧。所以最后完赛是908，也就是最后一个10公里还是1小时04，就波澜不惊。等于你看我这儿有单10公里的时间啊，从70到80是56分钟，然后1小时02、1小时04、1小时03完成了最后3个10公里，这都是6分出一点点头平均。因为最后有时候进水站，所有人进水站最后都是停下来喝了，没有那个拿了抄着跑着喝的了，就基本上都没有了，在我这个成绩能力范围内的。而且这次我特别的守规矩，因为最后那段是折返，而且路特窄，就是其实你是可以用对侧的补给站的。
就是这样。如果冠军还没跑过去的时候，对侧补给站是关着的，一旦有人跑过去，它就开了嘛。但是我没有用对侧的补给站，一次都没有，其实是可以双份补给的。但是这其实也无所谓，就我只是说当时主要不用的原因是吃不下去了，并不是不想吃了。如果特饿，我是肯定会用的。没有用对侧的补给站，就是那个 YouTuber 这边特有名那个女子跑100公里那个 Miyako， 我是在最后还有3公里的时候看到她的，她超过了我，而且特别快。最后3公里大概领先了我几百米，我俩同时跑在3公里，在还剩3公里的时候。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最后就是能冲刺吗？能冲刺。我看我最后冲刺到了4分多一点点，但是那时候我的体感是我可能能冲到3分50多，所以可见体感不准确。最后累吗？跟马拉松不是一样的累。马拉松最后的那个累是精疲力尽，就完全不行了，走路都不行了。这个累呢，就是可以坦白说啊，如果没有脚指甲的伤，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那种累就是乏了。你看9个小时。9个小时啊，你站9个小时，你别说站9个小时，你找一咖啡厅坐9个小时也不太行啊。关键是没有课间休息啊，还不像上学，对不对？中途去了2次卫生间，54.5公里一次，然后是90公里一次，因为想着不差这一个上卫生间的时间了，但是也就10几秒。后来我其实有点担心。因为进卫生间是不是露天的呀？就有可能让 GPS 出问题，会不会一下飘到海里了？我当时还想，但是后来没有，还是很不错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次比较满意的也是高驰这一套设备，就等于是没有多技，对不对？真的了不起了。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呢？后来我跟Insight 360的小伙伴们说，我说如果能有一个硅胶的镜头盖就好了。因为这种比赛，你看很多的选手最后拍的视频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镜头一旦湿了或者脏了，你身上是没有任何干的东西可以擦干净它的，你只能拿水冲洗干净后让它自然晾干，可能还有水斑。所以呢，要是有一个镜头盖，不用的时候扣上那种硅胶的就行了，因为那镜头也特别小，用的时候给它抠下来，这可能是一个待优化的点。另外就是你看它这个闪存伴侣能做成这样。那有没有可能能出一个能充电的帽尖儿，加在帽子上那个，那就了不起了，那就可以全程拍摄了。因为我发现发热不会让它断掉的，我最长一段连着拍了好长时间也没事，那么闪。差不多这就是整个比赛的总结复盘，成功的、失败的，我做了什么，什么有用，什么没用，还有赛道上的感受。你要说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呢？就是75公里的时候见到家属那儿，我觉得我还行。我后来看我的视频也是，我走路的状态也还行，比那次在大阪城跑50公里的时候还好。我觉得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当然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呢？是你训练的结果。但是潜力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再努力训练，还能变成什么样？至于我要不要再跑超马呢？我觉得有可能，但是不确定是哪一场。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总想期待有一场跑完以后比较舒适的感觉结束，就是我跑马拉松跑成绩也是因为我特别期待那种终点还能冲刺的感觉而已。这也是我可能会考虑跑一跑70公里的，先感受一下这种感觉，然后再说。至于对马拉松训练有什么影响呢？这影响有好的有坏的。好的是觉得马拉松短了，坏的是我一定要保持住速度感，就千万不要让这种超长的耐力训练让我的速度感下降。就马拉松是一个速度游戏，就是你还是要快。这差不多是对马拉松的感觉。如果您从来没有跑过这种比赛，想试一试，有什么建议？我是这样理解的，好像我们国内好多这种赛事不能直接报100公里，要有50公里的比赛的成绩，最少可能也得是有一个全马的成绩。我觉得对比赛要有敬畏之心吧。不过呢，如果天气好，就没有中暑的风险的话，其实100公里没事儿的，你就拼就是了。你绝对不会因为说跑100公里就不行了，绝对不会，最多就是没劲儿力竭了，不会有人的危险。
但如果是那种天气，学我一定要保守，保守再保守，最后再说。真的，因为那种环境下，你如果晕倒在路边是来不及的，除非你赶上前后跑步的人懂这个，否则是来不及的。但是他就算懂，他也没有凉水给你降温，对吧？昨天早上在大本城跑步，看见一个女性老外，欧美人，可能来旅游的，来这儿跑步。早上起来6点多，可能是中暑了，坐路边跟那儿坐着，然后一日本老太太可能帮助他，看见他了，拿那个自己那扇子这样扇，不停的扇，然后可能等着救援的来。就中暑有时候就是那10分钟，你等于你过了那劲儿就回不来了，这就跟你往前倒，你过了那重心点你就回不来了。所以如果天气热，一定要保守保守再保守。我鼓励大家参加这种吧，我觉得可以试试。我觉得这是一生中难得的一种体会哦。我觉得50公里跟100公里完全不一样，就是你要有条件可以试试70或者100。它跟越野也不一样。你看老说100公里越野更厉害，是更厉害。这168的越野或者100 mile 的越野更厉害，那肯定是更厉害，消耗更大。但是这是公路跑100公里，我觉得对马拉松选手应该更有吸引力，至少对我来说。行吧，不知不觉又快50分钟了，我们的复盘视频后边的安排是这样了，我可能还会出一期答疑解惑的视频，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没说到的，在这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说，我都收集起来，还会出一个答疑解惑的视频，然后家属会出一个他的视频来讲整个的观赛的这么一个过程和体验，还有各种报名啊，旅行社都是家属搞定的，报名是我搞定的这些事情。因为那天有小伙伴说明年可以组织一次，哎，这也是一个频道商业化的一个思路哈。就我组织一次这种比赛，有人想来的话，帮忙大家搞定这些事儿，然后我当个中间商，我赚个小差价，把我的差旅费赚出来，也是不错的，是不是？好吧，那最后就这么着。最后祝大家用家属这个冰咖啡、熊的杯子，还有它来。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